截至2060年1月，全球超越战神级武者数量已升至81人，人类反攻怪兽的时机或将到来。 老婆，这是从古文明遗迹里发现的项链，叫永恒之链，希望它能一直守护你的平安。难得你开窍一回。结婚作为地球人繁衍后代的程序，又是订立誓约，又是物品赠与，还挺繁琐。我和许昕结婚，可不是为了走程序。各组织在悟道得到大量木亚晶后，行星级武者增加了不少。各国也有充足的人手抵御怪兽。这1年来，地球前所未有的平静。谢谢大家。我也能安心和许昕办婚礼了。那个也不错。贾司令，罗少将，有场很重要的会议，第一元老叮嘱我们必须出席。你赶紧进入战神宫。给我怪兽的数据。第3元老，欧罗巴舰队已与亚美利加舰队完成会合，请随时下达指示。全体听令，出动所有空中和海洋作战单位。 对港口的怪兽进行击杀！
阶的火力，他瞬间就躲过去了。开塔，继续加强搜索。什么？丢失目标！丢失目标！丢失目标！下降！下降！去重新随我。我先往9点钟方向切断团队路线。锁定目标，已锁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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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激光炮准备。虽然他的行动极快，但编队配备的激光炮拥有超高射速，在火力覆盖之下，他不可能避开所有攻击。发射！命中目标。近距离观察，确认目标是否摧毁。目标在前面，快闪开！足以击杀王级怪兽的激光炮，竟然不起作用！失去控制，失去控制，失去控制！不行，不行！第3元老，攻击无效，请指示。将基地激光炮全部调到最大功率，准备再次打击。是。开塔，继续带领空中编队负责诱敌，一定要把目标引入攻击范围。这。他的移动速度太过惊人，导弹和激光炮都很难锁定和持续攻击，必须要让他慢下来。台塔，我有个作战计划。台塔，掩护我！等我命令！这个怪兽太过庞大，暂时没有发现。挡不住它，只能短暂的拖慢它的速度。就是机会，趁现在！热炮发射！
功率集中所有激光炮攻击，即便是兽皇都可能会受伤。丢失目标，哪儿去了？什么？快，保护激光炮！开火吧！此次牵涉到国防事务，第一元老考虑到你我和索科洛夫都有军方背景，就让我们和5大元老同坐，倒是方便与各国政要协商。这位应该就是第5元老阿特金，据说他是实力仅次于伊斯特的欧罗巴第2强者，但行事低调，平日极少现身。这次他出席，看来情况很紧急了。莫汉德森的伤势好重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各位，刚从亚美利加传来消息，那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，预计在不久之后，灾难会席卷全球。这里有一段画面，你们看了就明白。那头怪兽有特殊的吞噬能力，整座基地、整个航母编队，乃至所有士兵，全部分解成碎块，最后一同被吸入怪兽口中。战争基地被整座吞噬，几乎没留下残骸。除了我以外，联合编队的伊森长老、高级战神凯塔，还有12名战神级和50089名士兵。他们为了抵抗怪兽，战至最后一刻，已经全部牺牲。人类将要面对一场前所未见的浩劫。人类将要面对一场前所未见的浩劫。是5大国那边的连线请求。 5大国正在进行联合会议。我提前知会他们，议题一旦涉及到那头神秘怪兽，
并及时与我们连线。总统先生，我们已经浏览过那则基地遇袭的视频，现在亚美利加本土情况如何？海域怪兽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向内陆侵袭，甚至有其他怪兽带队分头进攻。到现在，共有4座战争基地被毁，超过21万士兵丧生。是一只蛰伏在海里的那2头兽皇。要是他们也参与进来，情况就更危急了。我们得尽快搜集情报，以便想出对策。不知各位是否知道它的来历？根据韩夏所掌握的资料，有一种宇宙生命的特征和这头怪兽吻合。我国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解封最高机密文件——玄机7号档案。李司令，由你来讲解一下。我们韩夏军方为掌握海域怪兽动向，长期进行海洋侦测，期间也曾发现过古文明遗迹，其中2号古文明遗迹就有记载部分宇宙生命的信息。该遗迹中的信息显示，有种怪兽数量极少，但只要成年就能成为宇宙级。这种怪兽叫做星空巨兽。星空巨兽，以前从未听过。星空巨兽？什么星空巨兽？星空巨兽有不同的类别，它能吞下战争基地，应该就是其中的吞噬类。吞噬类？这个类别具有吞噬万物的能力。那这头星空巨兽实力大概多少？有没有宇宙级啊？资料描述，宇宙级星空巨兽体长为数千米至万米，这一头仅180米。据我方估计，是行星级8到9阶，或者是恒星级。这或许是地球人类第一次遭遇恒星级的对手。恒星级是什么？什么恒星级、行星级？那该怎么对付他？要不然，亚美利加不知还会有多少伤亡。战神宫智能系统对该怪兽的战斗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。这么快？红哥，他的速度是我们的2到3倍了吧？我作为行星级3阶的精神意识，就算有动天速，飞行速度也刚超过5000米每秒。无论从第3元老的战斗表现看，还是从数据看，人类要正面对抗星空巨兽，只怕毫无胜算。巴巴塔，你认不认得屏幕上出现的怪兽？老天，你们是上哪弄来的视频？就是地球上的。它出现在地球？这怎么可能？主人闯荡宇宙6000多万年，也只碰到过3头星空巨兽，且没有1头是这样的高等血统。
高等血统。巴巴塔，你说清楚。吞噬类的星空巨兽有2大巅峰血统，一种是岩星巨兽，一种是金角巨兽，而这个就是这2种当中更加凶残、名气更大的金角巨兽。它的现身，就意味着地球已经被宣判死刑。宣判死刑？我的同学、老师、武馆师兄弟、教官，我的父母亲人，我的爱人，我从小到大接触的所有人，都只是韩夏民族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很小很小的一滴水，而韩夏民族曾是地球人类的一部分。现在完了，不，一定要杀了他，他一定得死。你发烧了吗？你一个行星级3阶精神念师，竟然敢招惹恒星级金角巨兽！你是有陨没一脉传承，可金角巨兽的背景也很大，它血统高贵，实力强大，想杀它，简直就是做梦！我们没必要跟他硬拼的，就算危险，到时候让你躲进陨没星号飞船内，飞船一关，他就算再厉害也破坏不了。而且，以陨没星号惊人的重量，也不是他能吞下的。不，别傻了，大不了让你亲人也进入陨没星号飞船吗？怎么，巴巴塔？难道我们像个缩头乌龟躲起来，躲过这场劫难，然后走出来一看，整个地球人类灭亡了，我爸妈认识的那些工友、邻居全都死光了，只剩下我们一家人，有意思吗？你让我爸妈怎么生活，我怎么生活？无法想象。理解不了你们人类的想法，根本不是对手，还反抗。人无法离开社会，无法脱离民族、祖国。地球上如果就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，生不如死，哪怕他一个国家灭亡，幸存的子民有一个称呼，叫做亡国奴。地球是我的根，韩夏民族是我的根，而我也是其中的一片叶子。根如果死了，叶子还能活。阿巴塔，告诉我，怎么杀死他？没可能的。阿巴塔，你都能改造飞船，难道还不能制造厉害的武器将他击杀吗？轰杀恒星级的武器。罗峰，在宇宙中，恒星级已经算一方强者，宇宙级强者更是能靠肉体跟星际舰队搏杀。也就是说，一般星际舰队很难击杀宇宙级。击杀恒星级也是需要大威力的武器，这等威力武器制造非常复杂，最起码需要几年功夫。可是以金角巨兽的速度，1个月内绝对横扫整个地球。而且罗峰，大威力武器制造容易，发射呢？你要发射并且命中目标也很有难度。所以，如果真的要反抗，只有一个办法。是什么？你们地球上有一些宇宙战舰残骸，那些残骸中就可能配备大威力武器。虽然受到长时间侵蚀，早就无法用，可是我如果改造一下，或许还可能再用。当然，这要碰运气。毕竟能击杀恒星级的武器，在星际战舰中也算大威力了。比如你们馆主总部那艘飞船，只是运输舰，配备的武器一般都比较差。阿巴塔，你告诉我，这头金角巨兽的准确实力，能百战不殆？他，你看，他头上那根有大量金色密纹的独角旁，是不是有一个凸起？对，
金角巨兽实力很好辨认，因为它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征。幼体期额头只有一个独角，成长期额头开始生长第2个尖角，青年期额头开始生长第3个尖角，壮年期长出第4个尖角，巅峰期长出第5个尖角。实力越往后，尖角上的金色密纹越复杂，直至最后，尖角就仿佛金色，所以它才被称为金角巨兽。它第2个角才仅仅1个凸起，估计才踏入恒星期不久。不过它血统太强，成长速度非常惊人。在成长期，它会疯狂吞噬大量金属并吸收，实力不断提升。所以要杀必须赶紧杀，否则它会越来越强。难怪它吞噬战争基地，战争基地几乎都是金属。放心，它作为金角巨兽，虽然有体内世界，可毕竟是才刚刚结束幼体期的小家伙，每天的饭量是有限的。不过罗峰，我还是得劝你一句，星空巨兽每一头都不好惹，它们血脉中蕴含着古老的传承记忆，想杀星空巨兽很难。想杀星空巨兽中排名都非常靠前的金角巨兽，更是难上加难。主人曾听说，宇宙中有一位不朽碰到界主级金角巨兽，欲要击杀。按理说，不朽强者杀界主太容易了，可是那金角巨兽虽然斗不过，但还是逃掉了。这种数量无比稀少的最巅峰血统，或许你能战胜它，但要击杀它很难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他想要毁灭地球，那必须先踏过我们所有武者的尸体。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，而身为武者的我，存在的意义，就是用生命誓死守护这个家园。你这个死脑筋，可惜陨墨星号上没有武器，不然以陨墨星号的强度，只要加速到惊人速度，加上它锋利无比的边缘，一个撞击就是一颗星球也能切割，杀恒星级跟切菜一样。可惜陨墨星号损坏，根本没办法飞。大卫，如果是行星级8阶9阶的怪兽，我们还有希望；可如果是恒星级，胜利的可能性最多只有1成。若采用大当量核弹打击，具备实施条件吗？大涅槃时期之前，超大当量的核弹连试验都没地方试验。可是基地式时代，空旷的上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多的是，条件是有的。详细计划还是交与各国专家讨论吧。司令，我是在想，如果失败，你是说民族传承计划？大涅槃时期以来，我们见过太多的老百姓因为怪兽而颠沛流离。如今好不容易才能在基地室中获得片刻安宁，没想到末日就这么来了。相信各国都一样，传承计划先暗中开始吧。如果我们地球人类真的反抗不了，再大规模启动。详细情况离开虚拟空间再谈。或许情况没那么糟。大家是地球的一员，没有一个愿意放弃。红哥，你有把握吗？没把握。不过，就算没把握，到了最后关头我也得上。我已升至行星级7阶，配合领域，已经行星级内无敌。再配合吃木鸦精快速成长的魔云堂，就算跟恒星级1阶生死一战，也未尝没有希望。最大的麻烦是不知道这一头星空巨兽的实力。各位，从我们亚美利加刚刚发送过来一段关于星空巨兽的视频。
指挥部的秘密，放弃战争基地，迅速撤退的。主要是我们总指挥部通过卫星，发现那星空巨兽正在朝这方向飞。可是星空巨兽太快，军队还没完全撤退结束。又要被吞了。快上车！快快！各位，这一段视频，我们发现2点：一，他这次没有吞噬战争基地，而是毁掉；二，他有远程攻击手段。混蛋！怎么了？我们之前一直在商议，使用超大当量的氢弹在这星空巨兽身体表面或者嘴里爆炸。之前我们最不放心的是它的吞噬能力，一旦吞噬，是否会对电子讯号形成干扰？不过这个难题，我们差不多能解决。现在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它有远程攻击。以它不可思议的防御能力，超大当量的氢弹，只要距离它超过50米爆炸，恐怕都破不了它的鳞甲。各位，氢弹一旦爆炸，其瞬间产生的超高温和扩散出的冲击波以及核辐射，都是普通民众所无法承受的。但对于星空巨兽这样的怪物，恐怕未必能达到致命效果。核辐射，连各位超越战神都不怕核辐射，更别说这星空巨兽了。所以，只有在足够近的距离内，瞬间的强大爆炸，才有机会重创甚至摧毁星空巨兽。超大当量的氢弹一旦爆炸，那瞬间爆炸的超高温就超2000万度。不过必须在他身边，因为聚变释放的超大能量是朝各个方向辐散，距离中心点越远，威力越弱。对星空巨兽这样神秘不可思议的存在，必须越近越好，最好是在他嘴巴里爆炸。他口腔内部防御绝对不及体表鳞甲，到时候上亿吨当量的氢弹在他嘴巴里，一定炸得他头颅化为虚无。上亿吨当量的氢弹，不信炸不死。各位，现在最大的麻烦是，
如果我们运送氢弹的战机飞过去，被这星空巨兽直接一道金光在1000米外就毁掉，怎么办？在1000米外，就算成功引爆，恐怕连行星级强者都杀不死啊！各位，氢弹近身爆炸只有一次机会，一旦失败，以星空巨兽的智慧，吃过亏后，将绝对不会让任何一架战机近身，我们将再无机会。到时候，用我的洪荒级智能战机承载氢弹，以洪荒级智能战机防御威力，除非他亲自近身攻击，否则那随手金光是毁不掉洪荒级智能战机的。战机承载氢弹，一旦近身，智能系统会控制战机自爆。谢谢。洪荒级智能战机，地球上唯一能硬撞兽皇的最强战机，其防御力比第一元老本身防御还强，绝对是人类从古文明遗迹中最大的收获之一。这样一来，氢弹在星空巨兽嘴里爆炸的可能性大多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上亿吨当量的氢弹在嘴巴里炸，想得很美，可是这么容易死，就不是金角巨兽了。各位，对于这头星空巨兽，我知道一些资料。根据我获得的资料，这头星空巨兽本名为金角巨兽。它一旦发动吞噬，周围空间会扭曲，与外界割裂。这种情况下，远程控制战机内氢弹引爆是不可能的。此外，这头金角巨兽的实力的确是恒星级。唯一的好消息是，它的吞噬能力有限，并非无底洞，所以刚才他对战争基地采取的是毁坏，而不是吞噬。罗长老，你的资料可靠吗？可靠，这是我在古文明遗迹内获取的珍贵资料。我们唯一的依靠只有上帝了。关主，我希望能够获得5大国和各国武馆授权阅读地球所有古文明遗迹的资料。你这是？古文明遗迹很多都是外星战舰残骸，我想找找看，也许能从中找到厉害的武器。这是一场浩劫，但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。人类能不能挺过去？
别怕，有我在。爸妈，你们所有人都待在家里，如果有什么危险，就进入楼上的中立室，那里非常结实。哥，怎么了？浩劫，一场全人类的浩劫来了。亚美利加出现了一头名为金角巨兽的怪兽，我、红和雷神都不是对手。最强频率的气功炮也无法升起分毫，在他的攻击下，各国的战争基地都在快速沦陷。他所带来的这次浩劫，恐怕会比大涅槃更严重。我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的。阿瓦塔，国民遗迹的资料你都收到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刚解析完毕。1号古文明遗迹位于百慕大海底深处，是一座高达1200米的银白色金字塔。这座遗迹极度危险，任何材料、高手一旦跨进入口，都会直接毁掉。2号古文明遗迹地处苏维埃特极北之地，是一艘碎裂的飞船残骸。这艘飞船的等级不够，不会有你想要的武器。31号古文明遗迹位于韩夏国境内的神农架深处，球形，直径超800米，表面散发大量无法防御的毒气。至今没有人能活着进入31号古文明遗迹。31号古文明遗迹也与1号、12号古文明遗迹并称3大绝境。我该进入哪一个？除了3大绝境，其他遗迹各国都探索的差不多了，去了也没有用。而1号和31号遗迹是必死之境，宇宙级强者去了也是必死。所以目标是12号古文明遗迹。以你现在的实力来说，进入12号古文明遗迹也有较大危险。这个时候，再危险也得上。我不想因为遗憾而后悔。如果我现在不拼一把，就只能看着同胞死亡、民族灭亡、地球毁灭。为了不后悔，我必须燃尽最后一滴血，哪怕是死，也值得。主人说过，不管是恶人、善人，还是邪异之人，真正的强者肯定都有一颗坚定的心。罗峰就是这样的人。李大哥，听说你马上要去古文明遗迹探索，我来给你送个行。兄弟，吃饭去。走吧。吃啥呀？就吃那个烤鸡。行，我馋着很久了。大家还不知道浩劫的到来，因为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。5大国已经秘密开始人类传承计划了，他们对战争持悲观态度。人类传承计划，兄弟，吃饭去。走吧。吃啥呀？就吃那个烤鸡。大家还不知道浩劫的到来，因为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。5大国已经秘密开始人类传承计划了，他们对战争持悲观态度。人类传承计划，各国实施军管、粮食限量供应、修建庇护所、建造太空船等等，为的是确保人类的火种能延续下去。我不想看到人类的未来是卑微的苟活。这样的传承计划，我不是第一次经历了。上一次是大涅槃。
你没有真正经历那段生死挣扎的岁月，可能不清楚我这一代人的心情。RR 病毒爆发，漫长的噩梦开始了。我的母亲被感染，无法治愈，甚至在持续的变异。她在异常痛苦之下提出安乐死。啊！父亲含泪尊重了母亲的决定，但当时的我只是痛恨他放弃了母亲。老城区出现怪兽，军方紧急动员。兽潮来袭，军方决定实施核打击。为避免放射性物质危害，请市民就近前往地下避难所。避难所整个名额将由抽签方式决定，请各位市民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抽签结果。150233号过来，其他人退后。看着这一车厢的孩子，我想他们的标牌，或许也是一则则关于爱与牺牲的故事。一直为你父亲的我，直到最后都在受着他的保护。今后也轮到我去保护别人了。你来报名，父母知道吗？他们知道的。你还不符合参军的条件。保护人类生存的权利，是每一个人的责任。只要身为人类，就符合条件。后来，随着武者的涌现，人类得以建立基地时生存下来。一晃30多年过去了。可是怪兽每年都会出现更厉害的种类和作战方式。我现在唯一的心愿，是我的后辈们还有未来和希望。我已经老了，而罗峰你还有无限的可能。
集结命令下达了，我要赶赴前线了。李大哥，你保重。军方是韩夏国的第一道防线，我会尽量拖住那头混账怪兽的。再见，罗少将。在地球和人类面临的这场浩劫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，都必须迎接自己的战斗。1号，出发，前往12号古文明遗迹。罗峰，关于金角巨兽的空间扭曲能力，我们商量出应对措施了。有办法了。金角巨兽发动吞噬有距离限制，那我们就在距离外引爆核弹。但这样就伤不到它了。我们就是要他判断核弹对自己没有伤害，这样才能接近他。如果有足够数量的僚机携带原子弹，在他周围爆炸而没有伤到他，那我的洪荒级战机就有机会携带最大当量的氢弹接近他引爆。简单直接，有可能会奏效。眼下有一个急迫的问题，根据卫星检测，金角巨兽已经摧毁了亚美里加所有的战争基地，现正在欧罗巴大肆破坏。这么快？照它的速度来看，7天，只需7天，人类就会全部灭亡。所以，我不得不将氢弹攻击计划提前，今晚就实施。今晚？现在计划提前，僚机还没有全部到位，我需要紧急征用你的智能战机。好。我现在就把战机权限交还给你。去吧，1号。这些是最后的任务。能够成为地球防线的一员，我很荣幸。谢谢你，主人。罗峰，海面距离海床有5100米，而12号古文明遗迹在海床下方3300米。明白。这些怪兽每年都会杀入内陆，不知道多少人因你们而死，你们该有自报。深度水下2500米，3000米，4000米。海床，5000米深度的恐怖水压，就算是行星级武者也不能轻易承受。但我用魔音汤幻化出的这套战甲，再叠加黑神套装，身体已经能承受这样的压力了。再往下3300米，老巴塔，这种隐秘的地方，当初地球各国是怎么发现这遗迹的？靠地球科技当然不行，
他们也是靠星际战舰上获得的探测仪器才发现的。除了像我这种能够主动隔离信号伪装，令你们无法探查的外，地球上其他仪器几乎都被发现了。到了。我的精神念力能够辐射周围500米，但也只能辐射到这艘战舰的一小部分。这艘战舰甚至比极限武馆总部还要大。罗峰，我们来对了，这是一艘星空舰队的母舰。氢弹打击计划开始了。阶段，轻量核弹麻痹计划启动。敌舰来了，携带2万吨当量的核弹。先遣战机了。3000米，一定要成功！他开始攻击了。500米，就是现在！起爆！